男嘉宾小王32岁，来自湖南，摄影师；女嘉宾小欢30岁，同样来自湖南，是一名化妆师。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好像有孩子了是吧？对。孩子多大？孩子快2岁了。你们俩一个是摄影师，一个是化妆师是吧？是的。应该是在活动里或者在公司里认识的，是哪一种活动？谁主动的？肯定是我，追了大概2个多月，然后就在一起了。在一起了怎么不好好珍惜呢？是这样的，自从她怀孕以后，有点性情大变，开始越来越暴躁，然后最近她做事就越来越过分了，然后就有点接受不了了。我心情暴躁也是因为你每天都找不到人，一天到晚我都不知道你在外面做什么。宝宝都是我带，一天到晚把屎把尿的。他晚上请几轮，我叫请几轮，每天休息都休息不好。你爸妈也都不帮一下，你也不帮一下，你每天都不着家，我也不知道你在外面到底在做些什么。我知道你是很不容易那个宝宝，因为我们的宝宝要的特别不容易。我们就是结婚以后，然后他发生了一个意外，他意外宫外孕了。宫外孕伤害挺大的啊。对，因为那时候大出血了有生命危险了。宫外孕是比较厉害。对，大出血了嘛，然后医生就告诉我说，他说你以后可能怀孕的机会的话已经很低了。那个时候的话，我自己也都很难过，很无助，这对我来说打击是很大。然后他父母又经常会怂恿他，当着我们那怂恿他说，这如果不能怀孕的话，你们肯定得离婚。那时候我们才结婚2个多月，就叫我们离婚。你等于新婚2个月就发现宫外孕。对。然后他的父母就撺掇着儿子跟你离婚。对。站在我父母角度说嘛，因为我家里独子他们那时候特别着急要孩子。然后我妻子那个时候，她从手术台推出来的时候，医生跟她说完这个事，我发现她在流泪了嘛，然后当时我就下定决心，我肯定不会离开她的。你那时候也都坚持下来了，没有离开我，一直都陪在我身边，这个事儿我确实都很感动。那在常理来说，这就算遇到过大风大浪了，对吧？对。那接下来又有孩子，对你和他，甚至他的家人来说，不是件挺美满的事儿吗？好好过日子不就行了吗？但是他就是自从怀孕以后，就不知道他为什么就变得有点神经兮兮的。有一次我在外面做事是吧？然后我就接到他一个电话，他就说，我刚打了个喷嚏，然后你赶快回来陪我。我在想我在这边做事，难道我们这种情况好不容易才有了宝宝，难道这种事儿你不应该先回来陪我先吗？为了要这个小孩，我每天都吃各种的激素药，一吃一大把的，每天中药，1天2碗，连续持续下来就是几个月，好不容易才有了我们的宝宝。他做试管的时候，就是因为他刚宫外孕大出血，就隔了短不到半年的时间，他真的特别不容易。那你们为什么那么着急呢？因为他觉得就是一个家庭，特别是我们这种家庭没有小孩的话，他觉得跟我在一起真的是没办法。就是他是为了捍卫他自己的婚姻，对，所以他很着急的要做母亲。而且他那个时候因为身体根本就没有恢复，他大概失血了2000 cc。失血400 cc 就有生命危险他真是鬼门关前走了一遭，然后马上去做这个手术，他等于是说在用他自己的生命去换另一个生命在这边。其实我当时我真的是很感动。孩子也有了，然后就因为这个，所以你会觉得他变化了是吧？他觉得我变了。其实他怀孕之前嘛，我跟他经常一起工作。他那个时候我是什么样，其实我现在还是什么样，但是在他眼里看来，我现在就好像就是因为我摄影师嘛，经常拍女模特，他觉得我跟每个女模特都好像都怎么样了。难道不是吗？有一次你在工作的时候，然后我过去送东西给你，把门一推开，那女模特穿那么一点点衣服，在那勾肩搭背的，你让我怎么想？我没有勾肩搭背好不好？只是我拍完了，别人过来看看照片。有一次他还拿回来一个手机，那手机上面全部都贴满了钻。不灵不灵的，一看就知道是女孩子的手机。我那时候不是手机坏掉了吗？然后正好那个模特她有一个备用机，我就先拿回来，我先用着呗。好，结果他一进门，他问也不问，直接把手机给我抢过去，吧唧给我摔地上，搞得我现在就是自己再买一台，然后我还得赔台给别人。之后他就是，还要我去给那些女模特去群发短信，他说就是我是一个有老婆的人了，请你们自重，不要再骚扰我。你觉得这种东西我能发给别人吗？这种东西？你本来就是已经有老婆了，你不敢发的话，你肯定就是有什么原因呢？他们都只是我的一些合作伙伴或者是客户，然后他平白无故接到一种这种短信，他觉得我神经还是怎么回事？你会，
你有没有检讨一下，是不是你觉得太冷漠了？在你孕期的时候，他关心你吗？孕期的时候，他一天到晚就是说工作忙，别人打电话给他，他就也可以出去玩去了。我付出这么多，这么辛苦才有了我们自己的小孩，他现在反而这样子，我心里肯定很不舒服。现在孩子谁在带？基本上是我在带。哦，他在带是吧？对。不是啊，他有时候他会把孩子丢给我父母。你就像有一次他跟我父母说，我最近感冒了，你就帮我带下孩子是吧？然后大概20多天以后，他就跟我父母说，我在外面已经开始找活了，这个孩子你就一直帮我带着。我父母就会觉得带孩子确实没有问题，你跟我好好说。你不能骗我，就是这种感觉。那我跟他们也没法沟通，跟他们沟通的话，他们肯定也不会让我出去工作。我刚才看那个小片的时候说，他现在又跟你一起工作，你没法工作了。他就是想方设法要跟我搞在一起，有些活一起工作没有问题，但是有些活就是就是我客户安排了化妆师，他没事他也要跑过来，你站边上帮我也行是吧？然后他还边上指指点点的，哎呀，你这个模特怎么这么，就是这也都是因为你做了这些事情，我心里才会这样。我做了什么？你现在没有一点安全感。我把事情做完了，我还要去给他们去赔礼道歉。我是希望你可以在后面帮我一把，然后你现在不帮忙反而还添乱，好吧？你这个东西我就觉得你是产后忧郁，可以理解，但是这个我觉得这个周期是不是太长了？该结束了是不是？特别没安全感吧？本来我们也是我自己这么努力才把这个关系维持下来，现在他这样子的话，我真的没有一点安全感。他怎么做你会觉得你有安全感呢？我也希望他多点时间可以陪我。但是我这个不可能，就是因为他做试管这个东西是非常昂贵的，是吧？然后我们之前基本上把所有的积蓄都花完了，然后当时马上面临小孩就要出生了，放在眼前就是奶粉啊、尿不湿啊，可能还请个月嫂，又有一大笔费用。我作为一个父亲来说，我肯定希望我的小孩就是别人家的小孩有什么，我小孩也有什么，对不对？就是我必须去拼命的外面挣钱，所以那段时间的话，我就不管那个是什么活，我都会尽量去多接一些。现在也要，就是因为小孩这个时候他花费其实也很大，我还得继续就是保持像这种状态啊。很忙对吧？但是是不是还可以在忙的时候关心呢？其实我觉得你觉得你关心他吗？可能就是表现的不是那么多吧，可能。反正不像以前那样了，以前他父母都那样子反对，他也都一直陪着我，然后我想出去做什么，他都会陪着我。现在就一天到晚说工作忙。但是你知道我们这个摄影这种工作，它这样，它不是光拍完就完事儿了。我回家还有就是做后期，等于说我还有家庭作业，这都是需要就是大量的时间去弄这些东西。你以前跟他谈恋爱的时候不需要吗？谈恋爱的时候，其实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这么多压力嘛，很多活我可以不要，我可以不接。但是现在的话，可能大小通吃了，可能要。就是说你现在连跟他说话的时间也没有是吗？其实也没有，就是他有时候，因为他有点神经兮兮的，就是我宁愿出去应酬一下，可以躲着一点，躲点清静生活。现在说的是实话，对，没那么忙，有时候是躲他，对吧？有。你有没有想过，其实越躲他越麻烦？可能是吧。这家你还要吗？我当然要了，从开始到现在一直我都不会想放弃这个家，尤其现在有了我们自己的小孩以后，不想放弃家。我肯定现在是更加努力的要维护我们这个家。好，那就选择一下吧。老婆现在觉得日子可以过得苦一点，但是希望你多点时间陪她，能做吗？这个我可以尽量做到。啊？能。你能理解他那种感受吗？你先说。我可以理解到，但是真的事情出来的时候又控制不住，觉得好烦，对不对？对。所以怎么办呢？其实对于男生和女生来说，这还都是一个特别特殊的时期，他们又有过那么一段特殊的经历，所以这个家庭面临的更多的是心理上的冲击。老师们，你们看怎么办呢？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我挺能理解这个姑娘的。也许她的一些行为超过了她老公的忍受范围，但是她不是一天促成的。从结婚之后有那次意外，可能就没有太多得到关心、心理疏导，特别是对方老人的一种宽容和温暖，这个心结啊就种下了。
在这个伤害发生的时候，虽然你维护他，但是你可能没有意识到，你的爱人心理受伤的程度，远非你的一些维护和支持所能弥合的。这个结又更深了一步。生完孩子，带孩子的不易，大家都知道。在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得到缓解，他的抑郁、他的心结没有得到解开的话，前2个结又打得更深更重。姑娘，你心里可能落下病根了。对，可能你可能也不想那样，我干什么要把老公看成那样？为什么要摔手机？为什么歇斯底里？本来相亲相爱，为什么变到了2个人相害相杀？但你控制不住，对吗？对，我觉得我为他做了这么多，你看，你还是不平衡。原来那个平和的爱人哪儿去了？你不能在生活中只有你的老公、你的孩子、你的怀疑、你的所有遭遇的不幸和你的愤怒。你的闺蜜呢？你喜欢的事业呢？你爱看的电视剧呢？那都是你生活特别有益的部分，能够冲淡你的心理忧伤。你不能把那些都丢掉了呀。如果你就那样不给自己找到生活新的方向的话，你们俩的路就越走越窄。你明白吗？你不能害了自己，你得自救。你也不能不管他，你得挽救你们的婚姻和家庭。我先问问男士哈，你知道你的老婆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吗？我觉得可能就是产前或产后忧郁吧，可能是。哎，或许是，就比如说情绪很容易低落，对，自信心不足，包括对生活失去信心。是。而围绕这所有的，其实他的生活就是你啊。其实就是比如说现在疑神疑鬼啊，原先都没事的状况，在他现在看来就放大呀，就猜疑呀。你要去理解，但是你没有。你可能是在忙于说现在的经济压力大，我是要去挣钱的，甚至于你对他这种表现觉得有点反感。你刚才有说不是没有时间跟他沟通，而是说想躲避、逃避这种状态，这都是你没有做到一个尽职丈夫的一个责任。多跟他聊天疏导，你多一些耐心，拿出当时你们谈恋爱的那种感觉，多想想他为这个家付出的那些，你就会去帮他做很多的事情。之前在我们看这个资料的时候，编导就跟我们说，这个妈妈非常不容易。是的。如果我们跟她都不认识人都有这种感受的话，你作为当事人，为什么不能多为她做一做呢？甚至于在现阶段你多受点委屈又怎么了呢？因为你所有的付出一定有回报，你们家庭会很幸福的，好吗？好的。好，谢谢曲总。我主要的话对女生说，这人呢真的是很奇怪，当你没什么的时候，你总是怕别人没有什么图你的；当你有什么的时候，又生怕别人图你点什么。你以前很愧疚，总想给他生一个，但是因为你愧疚，他反而更爱你。你现在有了孩子，你去对他挑三拣四。我有一点特别弄不明白，你总觉得他在外面会有别的女人，但当你生不出孩子的时候，你提出的离婚，他也没有跟你离呀。倒相反，现在有了孩子，一家三口已经圆满了，你开始犯毛病了。按道理来说，上天够眷顾你的了，你已经有孩子了，和他父母之前攻击你生不出孩子的那些语言比起来，这是多大的幸运呢？你应该多开心啊！你怎么现在反而愁眉苦脸呢？是，试管婴儿很痛苦，但恰恰是就是因为经过了这些痛苦，经过了最开始的失落，你现在有了孩子嘛，多幸福啊！反而还要折腾，为什么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干脆不要让你有这个孩子，让你回归到过去的愧疚，反而他一心一意的爱着你，可以天天陪伴你，就像你现在所要求的一样。你愿意选择以前的生活吗？愿意。那不就是了吗？原来没有的，现在有了；原来残缺的，现在完整了。一切不都挺好吗？在最关键的时候没有变心，现在一家三口圆满了。工作压力大了，少了一些陪伴，不可以理解吗？所以我觉得这人呢，就是不好的时候想好，好的时候想更好，不要太贪心了，就这样。
我还想再帮你极致一下，老公和孩子选谁？如果一定选一个，老公。啊，选谁啊？老公。这就恰恰说明问题了，这就是他所有问题的一个来源。他玩命要一个孩子，不是他认知有一个孩子我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女人，他是认为说我有这个孩子，我可以留住这个男人。你的世界其实他是最重的，对吧？对不对？所以你想，如果她作为一个女人，她是发自内心的我自己想要孩子，我去遭这个罪，她就会出现涂老师说的那个，上天眷顾我会非常的珍惜，我的关注度一定是在宝宝身上，而不是在这个男人身上，所以她是不一样的。我第一次听到一个母亲，就是孩子那么小的母亲，我选她，我不选孩子。从一个侧面来说，她整个生育的苦难，内心的创伤得有多大，想过吗？没想过。你就想想吧，真的不容易。这个女生，她内心是有创伤的，你得用你的爱把她重新暖回来，好吗？好的。接下来时间留给你们自己，一起进入黄金60秒。老婆，其实我这段时间不在家，其实我真的是在外面工作，不是你想的那样的。而且你像我们在那么困难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分开。我是怎么想的，你应该会知道。你真的不用孩子来绑住我不用你绑的，真的。那你工作完了的时候，你就可以多陪陪我，多跟我聊聊天。一定，以后那些活价钱不高的我就不接了。反正我把时间都留给你跟孩子吧，我们有时间一起出去旅游啊，出去散散心吧。我估计你现在可能在闷太久了，可能也是。谢谢你们请回。来，请关门。这个女性其实真的挺不容易的，希望说今天老师们的话能够给他们一些启悟，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接下来我们就看看他们怎样用自己的方式来把自己内心的爱传递给对方。请开。还不跑过去？来，站在这儿。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你今天这个一定要表现得特别好啊！因为我下面的话是。各位和他合作的女模特们，现在我们一起来见证他跟他老婆的浪漫时刻吧。各位请见证。你看他老婆乐的。老婆，你现在放心了吗？川哥已经帮我这样说了，他们以后不会跟我怎么样了，真的。啊，亲亲，让他们看看，记住，亲亲。亲一下。有亲戚嘛。